甲方齐衡，你说你很爱你的妻子郭念，那么请你举证，你究竟是怎么爱她的？究竟是你追的她，还是她追的你？你们怎么结婚的？希望我们俩一起过关。可能没有听清楚法官的话。甲方齐衡，你说你很爱你的妻子郭念，你是如何爱她的？究竟是你追的她呢，还是她追的你？还是……哎呀，请举证。我追的他姐，他姐呢，在齐州的晚报当记者。我在赣南的公安局507缉毒案，我得了1等。那个时候，他来采访我一看见他，我就爱上了，我就追呀追呀追呀，玩了命的追呀，最后追到手。你怎么玩命追他的？追我姐的人那么多，怎么会看上你？请乙方闭嘴！你怎么玩命追他的？说了你，我当然懂了。要知道，一个女生无论什么年龄，只要一陷入到爱情当中，就会变得跟少女一样。不许狡辩，不许打断法官的说法，不许质疑法官的提问。哎，你刚刚说，是你一直在死乞白赖的追着他，对吧？对。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被动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说，如果一直都是你在追郭念，而他只是勉强同意的话，那你们的感情迟早会出问题的。如果说你是全心全意，那她嫁给你最多是半信半疑。让你说她，你干嘛说我姐呀？我就是要开始说她啦。我猜郭念她一定是一个社会型的女人，而不是属于家庭型的。她应该拥有一颗非常独立的事业心。是啊，她是事业型的。我那个时候呢，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我想每回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想有一个稳定的、温馨的一个家。可是他姐呢，每一天都在忙，每一天都在工作。后来我们俩冷嘲热讽，再后来就互相指责。我说的不是贤妻良母，他说我男权主义，不是好男人。你就不是好男人。闭嘴。后来我们就不吵了，也没声了。然后就开始冷战。冷战还好一点，冷战的时候我们1个星期还能见1次面，可是后来连面都不见了。郭伦他刚刚说你打了他，是不是就是你们俩关系危机的最高点？我没有打他姐。你有，你就是打了，你又不承认。行了，来，请乙方控制情绪，甲方请继续。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呢，我们俩吵了一架，我心情很不好。他姐说要去江县，去干什么他也不说，我就以为他不想见我，躲避我，所以我找到他。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可是他不想跟我谈，我就不让他走，他非得要走，我拉着他，最后扯来扯去的，他摔在了地上，摔成了骨折。他说的是事实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好，事情的经过本法官已经基本了解了。于理，双方都没有异议，但是于情，我要狠狠地批评一下齐衡同志。齐衡同志，你在检举郭伦还有处理和郭念之间的关系上面，在理方面你什么错都没有。但是请你注意一下，家庭它并不等同于法庭，亲人和亲人之间根本就不是一个讲道理，而更多是讲情面的地方。就好比说你做菜吧，
这是生抽，这是醋啊。比如说，菜谱上让你加多少生抽你就加多少生抽，让你加多少醋你就加多少醋，那你做出来的菜就一定会好吃吗？我看未必吧。有的时候你反而不小心生抽多倒了一点，或者醋不小心多倒了一点，反而会更加好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没有定数的，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多姿多彩的才是生活本身。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就是个轴货。乙方郭伦，请你闭嘴。现在法官的判词还没有说完呢，我接下来开始要说说你。乙方郭伦，你也错了，你大错特错。我哪里错了？你错就错在你竟然把怨恨撒在了爱你的人身上，你还把你姐夫对你的爱当成了理所当然，你还想用气愤去毁掉你的人生。郭伦，我告诉你，无论你姐是失踪还是离家出走，你现在还那么年轻，你有那么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你应该学着和自己谅解，走向未来，而不是说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仇恨之上。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何止是错了，你大错特错，而且你特别蠢，你大蠢特蠢。祈愿，对不起，我好像没判好。审得不错。啊，把你的生抽还有醋放回去吧。啊，好。太好了，你还没睡啊？对不起啊，我刚刚这个话题不知道怎么跑着跑着就跑到你身上了。我本来是打算说祈愿的，可是你没生我气吧？你骂的挺爽啊！哎呀，不是，我刚刚真的，我就是想要说祈愿来着。我刚反省了一下，好像口气有点重，我希望你别生我的气。他这种人，你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巴结领导，门儿都没有。谁巴结领导了？我这怎么叫巴结领导了？这说明祈愿他自己有人格魅力。反正我不管，在我这儿，我姐只是失踪了。虽然齐恒一直不相信她是被人绑架的，但是也没有人亲眼看到她死了。你姐姐她是怎么失踪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因为我相信你说的话。为什么相信？警察和齐恒都不相信我。我看了你的眼睛。我眼睛怎么了？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你的眼睛，我知道你没有撒谎。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找我姐？当然了，义不容辞。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有点晚了，而且你刚回来，你需要好好休息。等改天你详细的跟我说说你姐姐失踪的细节，好不好？我先睡了。不睡了啊？晚安。家里人担心了吧？没有，我闺蜜。放心吧，爷，我肯定会想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事成之后会打到你的卡上的啊。爷，我都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相信我的手段？我郑多还有什么事能办不成？我当然放心了，只不过我从来不破坏商业上的规矩。
罗总，这里需要您签下字。哎呀，搞了半天，郭念是齐衡的老婆。齐衡啊，省高院派下来的，现在新任的市中院的副院长。那有危险吗？当年就是这个女记者来搅我场子，那个时候呢，齐衡在赣南市里干公安局的局长。我在想啊，这女的是不是齐衡悄悄地派过来的呢？有这可能吗？这齐衡一定要把她弄下来，不然的话始终是我的心病。能抓到他的把柄吗？机会向来就是给有前置思维的人准备着的，就算是没有，也得给他制造一个。哎，其实真的不用送我。我今天送工人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家离你家可近了。是吗？啊，我呢，一来是表示感谢，二呢，出来之前啊，你不接个电话吗？不管是你的朋友还是家里人，他们总是担心。最重要的一点，这郭伦啊，他还没睡呢，我就怕哪句话又说不好，又得吵起来。我这躲着他呢。齐远，哎，其实我知道，身为一个外人，我也不应该多说什么。啊，但是根据我的观察，郭伦他之所以对你有隔阂，你让他进监狱只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部分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算了。哎，怎么能算了呢？话说一半，接着说。哎呀，不大合适，我说算了。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齐远，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可以正视你和郭念之间的问题了吗？还有啊，郭伦，他为什么对您矛盾那么深？哎，怎么说呢？是我不好啊。我跟他姐啊，刚认识的时候啊，在公安局，那个时候就挺忙。后来啊，到法院就更忙，也没心思啊听这个郭伦啊说心里话，也没有很好的跟他交流。这郭伦呢，恰巧啊，又是一个孤僻的孩子，他从小啊，这个父母啊就没了，是他的姐一把屎一把尿啊，把他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所以啊，郭伦跟他姐的感情是最深的。我说呢，他一提到他姐，就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是，我啊，也总想扭转这个局面啊。其实我对郭伦也挺好，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眼里啊，你说怎么就从来没有我这个姐夫呢？谁说的？他眼里肯定有您这个姐夫，而且还深深的把您放在心里。齐远，啊，您一定要好好跟郭伦沟通，他需要很多的耐心还有爱心。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欢迎你随时咨询小马法官。好啊，啊，我信你啊。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懂的，我一定向小马法官请教。啊，郭，不是，太客气了您。啊，行，行，往这儿走。郭伦啊，郭伦，郭伦，郭伦。哇，起得很早啊！
还擦碗，那个被子叠得不错，很棒。看来你成熟了很多啊。来，是成熟了，我还有其他改变。看这儿，看，还有这里，你这是跟人打架打的，拜你所赐。你没跟我说过。有必要吗？你改变了很多。唯一没变的，就是我一定要找到我姐。你还在怪我啊？已经没有意义了。根据林宇的新口供啊，我们3中队的弟兄果然在竹子岛找到了手机，而里面的内容确实跟林宇所说的一致。行啊，这林宇这小子也挺聪明的啊，还知道用手机把王贵平被杀的全过程都录下来，这就算铁证了，他们谁都跑不了。所以我们掌握了关键证据，其他事就好办了。哎，罗总，那对警探栏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山庄那边你做好准备，我接上人之后就过去。好。来，林阿姨，来，请。哎，您帮我啊指点指点。哟，这儿宝贝可真不少呀。都是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您看这石头啊，最近收了不少。哟，这对瓶子不错啊。好东西啊。哎呀，林阿姨，您说好东西，我心里就放心了。您是文物局的专家，您说的话就是鉴定呐。我哪是什么专家呀，我就是分管文物局这一摊，那个专家都是底下考古队的人。哎呀，在我眼里都是一样，都是专家。哎呀，真漂亮。乾隆的吧？高，专家果然是专家呀。哎呦，小罗啊，你这从哪儿收的呀？哎呀，这个也不是收的。那哪来的？朋友送的。送的？哟，我们小罗可真有本事。你是帮了你这朋友多大的忙啊？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阿姨，你请笑。罗总，林阿姨那边都准备好了。吃个便饭。哎呦，小罗不好意思啊，佳佳回来了，我得回家陪她吃饭去。我都知道，所以都安排好了。走吧，林阿姨。来，你们搞什么呢？你俩？这边，林阿姨。来，就这边了。妈，哎，佳佳，你怎么来了？大公哥哥给我接风请我吃饭，我当然得给他这个面子啦。佳佳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做哥哥的肯定要请吃饭的呀，对不对？来，坐啊，坐。哟，小罗啊，你这搞得太铺张了吧？不铺张，林阿姨，罗总啊特意吩咐了，您吃素，所以呀没有什么山珍海味，都是土特产家常菜。下次就别这样了啊！我又不是外人。哎呀，林阿姨啊，正因为不是外人，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对吧？只是我想啊，这吴叔叔我怎么请都请不动，是不是吴叔叔对我这个侄子有看法呀？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啊！你吴叔就是这人的脾气吧，他太直太正，他这脾气
很容易得罪人呐。而且现在中央反四风呢，你得理解一下他啊。咱们不是自己人吧？小罗啊，我跟你吴叔啊，一直都把你当家里人呐。你想想，你爸爸跟我们家老吴什么关系啊？那是当年的战友啊。当年他们在老山前线当兵的时候，他俩当时啊一块出去抓舌头，回来的时候，老吴负了伤了，然后后面追兵追过来了，然后老吴当时也血气方刚啊，说，那个你给我来一枪，我绝对不拖累战友。可是你爸爸哪肯啊？你爸爸背起老吴就往回跑，结果这时候突然天上飞过来一个炸弹，你爸一下把老吴扑在了地下，结果老吴没受伤，你爸负了重伤。后来，你爸就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就少了1个肾，半个肺。复原3年之后啊，有了你，但是你爸爸还是因为身体的旧疾复发，结果没多久就……所以你说，小罗啊，我们能把你当外人？行了，不说这些，说这干嘛？对对对，反正哎呀，吃饭的事儿我跟你吴叔说好几次了，总说吃饭可以来家里吃，1天3顿，顿顿吃都行。你说我能怎么办啊？其实啊，说来说去啊，还是林阿姨与时俱进，一请就来了啊。我就是一个闲人，我都病退3年了，谁还关注我一个老太婆呀？妈，您这话说的。林阿姨啊，您哪儿老了？苏涵一直当着我的面夸您呢啊，说您才近40啊，说你50谁信呢啊？就是啊，林阿姨，要说您老，那还让不让我们活了？哎呦，你们俩的嘴可真够甜的呀！来，林阿姨敬你们。不，林阿姨，我敬您啊，我们敬您。来，林阿姨，好嘞，你喝水啊。喝水。来，姐姐。哎，谢谢。哎呀，哎呀，谢谢。好嘞。哎呀，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有几句话要跟你妈妈说说。该不会是要告我的状吧，大公哥？不，我不敢，哪敢呢？好吧，那你别往后点。放心，啊，就是啊，你先回，你先回啊，拜拜，拜拜。有事找我啊？啊？哎呀，林阿姨，也没什么事儿，那个是这样的啊。罗总，这个小心意啊，收下吧。这什么呀？哎，就是那对瓶子。那对乾隆的瓶子啊，对。哎呀，这不行，我不能收这个。林阿姨，你不是说吗？我就跟吴叔叔的孩子似的，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收下吧。是啊，林阿姨，你就收下吧。收下吧。小罗，你给我拿回去，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你这样会害死你吴叔的。行，我先回去了啊。我来。哎呀，哎，妈，不是让你先进去吗？你怎么还没进去啊？我这不是等您呢吗？你们聊什么呢？大人的事儿你不懂。老秦啊，老秦，哎，刚才吴书记那态度啊，招商局的这1个副局2个正处，这回的瓜招看来是吃定了。是啊，你说借着出国考察呢，净瞎逛，而且啊，叫相关的企业把这些费用啊都给报了。你说吴书记不抓这些典型，抓谁？该顶风作案。哎，对了，那个渔船案啊，我们把相关的资料已经递交给检察院了。你觉得检察院这回会以
什么样的罪名起诉？这你又给我出难题了。人家检察院能独立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哪能让我们法院去指点啊？行了行了啊，当我没问。你呀，真是个老狐狸。行了啊，开车慢点啊。行，好，走了。哎。啊，你来那么早啊？我都已经早到了，结果你比我还早。你有什么要跟我谈的？我很忙，除了关于我姐的。我当然是要跟你谈关于你姐的。老板，麻烦给我来一瓶巴黎水，谢谢。这个，送你的。干嘛？贿赂我？谢谢谢谢。瞧你说的，我有必要贿赂你吗？哎，郭伦，我比你大，对吧？而你姐夫他又比我大，所以呢，我算是我们仨的老二。作为老二，作为中间人，我想来说道说道。你说。你姐夫啊，他也大致的跟我说了一下你们之间的事情。你想想，如果3年之前，你姐夫去找那个人，让他改口供做假证，是，你有可能是不需要进监狱了。但是你姐夫呢，他可是个法官，那他在所有人的心中他就死了。难道你愿意被人叫成是伪君子的弟弟啊？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在里面的时候也没有白受教育。这件事我不怪他。那我知道了，你怪他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你今天好好跟我说说，你姐姐到底是怎么失踪的？你干嘛想知道？我上次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要帮你一起找你姐的。昨晚上碰到张副院长，他跟我说啊，他虽然不是我们合议庭的成员，但他还是很关心我们这个案子的进展。社会上呢议论很多，他觉得我们压力很大。他说他有好多想法，但是呢，又不能直接跟我们合议庭说。我当时呢，也没表态。嘿，我了解了。但其实这事儿吧，你也不能怪你姐夫。他当时在公安局上班，他能不去找你姐吗？肯定是因为没有找到证据，没有找到线索而已。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啊，郭伦，你不能永远背负着你姐姐失踪的包袱，就这么原地踏步啊！难道让我自欺欺人，就不找我姐了？没有让你不找你姐，你当然要找你姐。你姐夫他也在继续找着你姐呢。其实我看得出来，你打从心底里是非常认可你这一姐夫的。马姐，不管我怪不怪齐衡，最重要的是你帮我找到我姐。当然，我答应你的，我就一定会做到。但是这件事情，它真的是需要时间，得从长计议。你只有自己站起来了，你快速的成长起来，你才会有精力和财力去找你姐，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规划规划你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首先，我觉得吧，你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过来找我跑步。啊？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律师朋友，他有一个学编程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听说这个大神他现在在一心一意的搞手游开发，不然4大金库早就已经被他给攻陷了。他真的这么厉害？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那马姐，你能不能让我拜他为师啊？你想拜他为师啊？你想要拜他为师，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去跟你姐夫和好。哎，我作为一个堂堂的刑事法官，
你知道我每天我有多忙吗？啊，我现在抽出宝贵的1个小时时间，我过来劝你，我还给你带来了礼物。你这礼物是你姐夫给你买的，你知道这块表有多贵吗？哎，我答应你，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学好技术，更快的找到我姐。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你答应了就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任务完成。哎呦，你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跟一阵风似的，真不会影响学习啊！哎呀，妈妈，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您的爸爸这么优秀，我学习能差吗？那倒是。哎，不过佳佳，妈妈跟你说啊，在外边呢，为人处事一定要低调，因为你爸爸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啊。交朋友也要注意，知道吗？放心吧，妈。那个，真不用车送你了？不用了，我朋友都在外面等我了。哦，好。让你朋友等急了啊！走了啊，那您在家好好的，妈妈。啊，路上慢点啊！拜拜。走啦，路上别巧。佳佳，罗总开会没时间送你，专门让我问你，你在澳门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知道啦。我爸、大公哥还有你苏涵姐，你们都忙，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大公哥哥太客气了。哎，对了，罗总托朋友给你买的贝林顿梗，你收到了吧？那，他现在叫 Jimmy， 我超喜欢，替我谢谢大公哥哥啦。你喜欢就好，别客气，咱又不是外人。明白了。好。刚刚得到的消息，检察院打算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故意伤害罪，这也太扯了吧，牛老！如果说公诉机关他们是以这个理由提起公诉的话，到时候辩护律师肯定要提什么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在我国的刑法第20条第2款里又规定，如果是防卫过当构成的犯罪，是要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刑期一般都会在10年以下吧。哎，可是现在，咱们的确是证据不足。哎呀，太让人生气了，真的是。既然说了，先别着急，啊！当然我告诉你，明天下班以后啊，让你跟他一块去一次公安局。文伦，我回来了啊！你是不是没吃饭啊？我一会儿给你做点饭。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要学电脑编程，专攻手游技术，目的是组建一个小公司，而且我也不会放弃寻找我姐。我学习计算机技术就是为了更快的找到她。具体什么方法你先不用问，学费我先借你的，以后会还你。等等，你刚才说了什么？编程、学费还有。在寻找你姐。那么多问题啊！还有一件事儿，估计你早就忘了。明天是我姐的生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她失踪的游乐场？是啊，明天是你姐的生日。好，没问题。哦，对了，可能不行。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全市上下呢都在盯着他。明天可能我要跟他们的家长。你又有工作？我可以早回来陪你，然后再去。行了，他失踪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关心，你这么希望他死是吗？回来，你别激动，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我有点累了，先休息。呢？为什么我一说到我姐你就躲避我？文伦，你听好了，没有躲避你。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找你姐。我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
问遍了他身边所有的人，他的亲戚朋友还有同事，可是就是没有他的线索。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希望他死，你知道吗？你永远有我的借口。90秒啊，薛，这也太快了吧！薛，你可以去参加最强大脑了。90秒不算快，练这个呢，的确是可以练大脑，啊，也能练注意力。别看这小小的魔方啊，其实里边啊，藏着我很多思念呢。听曲院这意思，是有一思念的故事。您跟我说说呗。呵呵，没想到你还挺八卦啊！以后再说。一会儿啊，去的路上你好好看一看，重点的我都画了标注，啊。这是检察院送来的补充材料，其中有一项关键的录音证据，要咱们去公安局听一下。走了。庭审那天，齐文静说。他们打算在楼梯口伏击王贵平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郑铎忘了把照相机的拍摄提示音和控制灯关掉。郑铎逃进了船舱，不过奇怪的是，他竟然把手里的弹簧刀硬塞给了胡白手里。王贵平进来逼问，郑铎非但没有解释胡白并不是拍摄者，而且还把胡白往王贵平面前一推。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可以拍照，他为什么非要用这个胡白的照相机？他真的当时有那么慌乱吗？就把照相机这个功能啊就搞错了吗？这个事情败露的时候，他在暗处，他完全有能力啊，把这个王贵平啊给制服，对不对？那他为什么非得要掉头跑回船舱，把这个弹簧刀给了这个胡白，以致王贵平回来的时候一看胡白那个紧张的脸，他就断定了他的这个怀疑。你看这较真的劲儿，先别聊这个了，先听录音去。走。我给你们听一段2个人的微信语音对话。哪2个人？何守义和何小鱼。何小鱼是谁啊？何守义大女儿啊，在当地的旅游公司上班。这休渔的时候啊，老给他爸传递一些旅游信息，打劫旅游公司的渔船生意。这不就是窃取公司秘密，然后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吗？嗨，那都道德问题，咱管不了啊。把那段渔船案的微信语音调一下。你先听这个。怪了，小鱼，你帮我想想，他想干什么呀？爸，你事情都没说清楚啊！这船都要开了，这人跑来硬要上船找朋友，说如果在，他也去登仙岛；不在的话，他就下去。我想他要是能够去多好，又能多赚500了。你就让他上船看了？让他上船看了？看到他朋友了？我也问他，他却摇头，可却不走了，痛快地交了500块钱。等船开了。我现在有点害怕了。可是最近我们公司在说，专门抓这种飞船，抓到了每个旅客罚款5000呢。可万一要不是呢？把他赶下去，我就亏大了。今天本身客人就不多。赶紧回码头，现编个理由把他请下去。万一他真是卧底咋办？回去，算了，人家不听咋办？碰运气吧，但愿老天保佑。行了。
这段语音啊是从何小鱼的手机里提取到的，而且我们也在林宇和齐文娟那儿得知，最后上传的确实是郑铎。但是把这段语音啊放给他听，这小子说听不明白这俩人在说什么。他这是在敷衍。就是啊，这何守义又死了，死无对证，所以才把这段语音归到吴依依的死证当中去了。咱们设想一下啊，这个郑铎上传，他一直是有目的，他上传以后看到自己的目标，他才决定留在鹿港18号。但是这个目标呢，他不可能告诉何守义。那么我们再往下推一推，他这个目标是不是就是胡白？他上传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胡白。只是后来啊，有了王贵平劫船，才出现了很多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郑铎其实是一个雇佣杀手，是受了别人之托，要杀死胡白，于是跟胡白一起上了船，想在船上动手。咱就说他是一个杀手，这么一个杀手，他制服不了王贵平。王贵平能是他的威胁吗？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耀眼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真